张大铁在加拿大遭了20天白人饭的洋罪，回到中国第一次去饭店吃饭，冒出了一个金句：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。张大铁这孩子是我认识的中国胃症状最严重的一个人，所以在加拿大那20天的日子对他来讲确实是不好过。回到中国一进屋看到那碗热面条，那游子的泪浸满汤汁，面条都咸了。从这顿面条开始，张大铁就开始对中餐报复性进食。本来想的是人回到了故土，那就当噩梦都过去了。没想到才1个礼拜，加拿大带着薯条和披萨追过来了。那奶奶好像到现在也没发现张大铁不爱吃，到俺家就点薯条，一直要给孙子分享。张大铁也是个挺会假客气的人。你看他俩像不像温迪给老干部递烟？ Delicious, try it. You did it. 这轻度的撕巴他奶还不懂，张大铁后来实在受不了了，给了他姥爷一个眼神，暗号就是冰箱里没有剩饭吗？他姥爷秒懂，把冰箱里剩的土豆熬豆角和馄饨给热了。为了孙子6旬老翁守国门，他奶一直跟他说，剩饭没有新鲜的好，新鲜的薯条是最 delicious 的。 Try it, it's really good. 你跟我学学我。没想到这其他的外国人闻着味儿了，都过来扒拉张大铁剩饭，给张大铁气的抱着小碗就走了。啊！你不说奶奶的也 delicious 吗？一个 piece is delicious， 还是这个 delicious， 这个 delicious。其实，在吃这件事上，只有温迪一个顽固分子，其他人早都叛变了。头号美食叛徒就是布莱恩。前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有个鱼头泡饼，布莱恩就爱吃。但是外国人吃鱼呢，他们不会用嘴挑刺儿。我爸在那咔咔夹，咔咔吃。布莱恩眼看吃不着了，很着急，夹了一大块。第一步，先把鱼平铺好；第二步，用筷子把大刺儿牵引出去；第三步，用手把小刺儿扒拉出去；最后吃。全过程大概8分钟，他挑完刺儿，鱼都转世了，跟张大铁说：“你教教爷爷，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那手忙的时候，那舌头直接能铺四件套啊？铺四件套啊！”但是不管爷爷问啥，人张大铁不搭茬。经过不断的美食进补，张大铁的气色都明显好了。他在受苦的那20天，我也在成天熬夜比赛，但我这气色不能只靠美食补回，我得带着娇兰第4代复原蜜和双效精华，先用复原蜜深层修护，再用双效提亮紧致，一套让疲惫的肌肤更透亮有气血，上妆也服帖，让我站上舞台更自信。布莱恩想通了，吃到嘴的才是自己。张大铁更想通了，好不容易回到祖国了，就要把中餐吃个透，失去后才懂得珍惜，谁都不好使。我带他们去吃烤肉，温迪又吃不习惯了，说想出去找个西餐快餐，他要吃薯条吃炸鸡，但是他自己呢又找不着。布莱恩和他这俩女儿也只能快点吃完，陪他妈出去找。只有张大铁岿然不动。温迪说：“你陪奶奶，奶奶给你买冰淇淋。”也不动，说啥都不好使。我就跟张大铁唠嗑，我都无法相信张大铁这句金句是从哪儿学的，我怀疑是我爸我妈。人大伙就走了，你咋还吃呢？美好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。我特别今天好，知道吗？张大铁又来安慰人了。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妹，最近崩溃了，老板烦人，天天加班，她受不了了，想裸辞，问我能不能来俺家让张大铁安慰安慰她。从张大铁给出的杂乱无章、漫无边际的安慰话语中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职场哲学，而且他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词儿——内耗，一直用，虽然他不知道啥意思。这个阿姨她崩溃了，她想为拿钱安慰。咋的？她上班上疯了，她太内耗了，你不懂。不懂。你这差点不懂啥内耗啊，这个内耗。不懂，我也是个特别内耗的。我中午在学校吃大晚饭，老师夸我特别内耗，特别内耗。阿姨就是工作太累了，她不开心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我天天加班，老板不让我下班。他不让你下，你不让他下班，他根本就不上班。他不上班，你也不上班。我不上班，丽莎被告状的。丽莎是谁呀？是谁？我根本就干不过来，老板非催着我干。我不想干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不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那我老板就不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那我也不喜欢他呀。他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他，都不喜欢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但是他这个老板，他要是不开心，谁都不开心。那你就告诉他。告诉他啥呀？告诉。你就告诉他 ，I don't care, I don't care, OK？ 别惹我，我内耗了，我内耗了，特别内耗，别惹我，我早就内耗了，我特别内耗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
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决定了就裸辞，想去远方旅行一趟，不就是没钱赚了吗？没钱就没钱，回来再想钱的事儿，不受这个折磨。我说我完全支持，我不只支持你去找寻快乐，我还送你一套我自己保藏的欧珀莱的高定礼盒，这里的第4代黑精灵精华添加了抗老科技成分的新肌酮，质地清爽，吸收快，能有效缓解熬夜加班出差带来的损伤，紧致皮肤，淡化细纹，轻松抗老。然后第2天早大同学开生日 party， 张拿铁也去了，人家叽里哇啦说一堆他也听不懂。然后早达让张拿铁加入他们一起滑旱冰，张拿铁不敢，但是他不说他不敢。我可不是，我现在很内耗，很内耗。俺家张拿铁闯了一个大祸。我出差在机场，安检是给我叫住了，说我包里有管制刀具。我说我包里肯定没有管制刀具，然后一打开全是刀具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携带管制刀具呢？是这么个事儿。张拿铁老干部一生只爱热面条和大米粥，一给他吃别的就说胃里有火，因为他的口味非常的中国老头。我们呢就很少在家吃西餐，但是昨天呢家里来了一个外国朋友做客，于是大胖媳妇精心准备了一顿西餐，整的挺正式的。然后他爸呢就递给了他一对刀叉，这是张拿铁人生第一次用刀叉。面对刀叉吧，铁哥不爽。他不会用，但是铁哥好面啊，全桌子别人都在用，他心里再不想用，他也得装融入。刚开始吧，还真硬装了一会儿。然而他姐口无遮拦，当着众人面说他拿反了，开始纠正他，那这他就没面子了。然后他爸还有我们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都来告诉张拿铁他用错了，都来纠正。是另外一个手，是这个手。那铁哥面子上过不去了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话，我吃不惯你做的饭，你还上这纠正我如何做一个 gentleman？ 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什么事儿？拿铁，你不用刀叉，咬不动牛排。你插我的右边，你咬不动，来都咬不动，什么玩意呢？别人纠正他咋用刀叉，他几分隐忍几分凉薄也就过去了。他最受不了的是我问他的时候，拿铁你干啥呢？你刀叉呢？你什么的你？你平时不用筷子吗？他们都是外国人，你搁这装啥呀？你搁这装啥？用筷子还是刀叉我不管，但牛排确实咬不动，大胖媳妇都塞牙。幸亏有飞利浦钻石 AI 刷，微泡水流科技很轻松刷进牙缝，效果比手动牙刷好20倍。AI 刷头智能调节力度，像他爸没轻没重的也不伤牙龈，30年技术沉淀信得过。所以我为什么携带了管制刀具呢？就是昨天一个晚餐，一桌子老外，一桌子刀叉，一桌子英语，这个家洋气的令他陌生。于是他决定把晚餐西化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，即使他还没有从摇篮里走出来多久。他听说我今天早上起床就要出差，我要离开北京去往上海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上幼儿园之前把这些罪恶的刀叉全都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，好让我带着他们滚出北京，滚出北京。最可怕的是，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发现家里刀叉都没了，挺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啊。监控里面更是发现了很多刀叉消失的作案线索。就连我妈扔垃圾的时候，他都悄摸跟着往垃圾袋里塞。哎呦我的妈！其实我早就应该预料到他一肚坏水，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已经有端倪。你在干啥呢？张天你在干啥呢？你让我看看这是啥？你干的，你把叉扔厕所里了。我刚才拉了一个叉子，拉了一个叉子。我老公啊，终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。然而从这件事我们才得知，我的2个孩子是印第安土著。大胖媳妇这不是时隔36年，最近终于找到他亲爸了吗？前几天呢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人的联系方式，加了好友。当加完好友，第一次打开对话框可以对话的时候，我见证这个历史时刻，我无比激动啊！这半辈子失联的父子第一次对话。然而对话的这个内容的确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大胖媳妇还啥都没说呢，他爸就已经知道这是他儿子了。我就看那对话框里打出了一行字儿 My son, how are you？ 哎妈，当时我心提到嗓子眼儿，我寻思，哎妈，这时候是该说啥呢？结果人大胖媳妇啥也没想。 I'm fine, thank you。 我说完事儿了，他说啊，对 ，and you，and you。 我说这整老半天，2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失联父子再相逢，众里寻他千百回，蓦然回首，也不过是李雷与韩梅梅。对方也说 I'm fine too, thank you。 对话就截止了，没了。我就以为完事儿了，结果过了10分钟，哗嚓来了这么老长3000字的信，内容很炸裂呀，就当初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离开温蒂，那内容可以说是相当戏剧化，就是可以直接写电视剧。但是重点是 Jamie 的亲生父亲写了好几页
页纸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，而且英文表达非常的不流畅。大胖姐把整个信读完，非常震惊的告诉我，老婆，我才知道我爸是印第安土著，而我理论上也是个土著。我以前都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知识。就大胖姐她亲爸这个血统非常特殊，加拿大大多数的白人是像温迪这种血统，就是父母是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从欧洲移民过来的。而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，他不是一个欧洲移民过来的白人，他是一个北美本土的印第安土著。所以说，大胖媳妇的血统和我家2个孩子的血统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直就觉得张大铁这个孩子有一点土气，我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个土著，是个土著。反正总而言之，看完这个信呢，温迪和当年这个土著爸爸爱的深，恨的深。但是温迪的妈妈看不上大胖媳妇的亲爸，这个妈妈她种族歧视，设计了很多圈套。最后呢，温迪和大胖媳妇亲爸就像牛郎和织女一样，被隔在了加拿大的最东边和最西边。而今年的七夕，我们的织女温迪会在中国度过，甚至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去加拿大找她的前夫。我先送她一套薇诺娜七夕礼盒，里面有薇诺娜家的王牌特护霜，从源头修复敏感，快速舒缓肌肤敏感不适，效果好，适合全年龄段。七夕送爱的人，浪漫又贴心。但张大铁对于他是土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接受不了，导致孩子半夜1点多梦游了。妈妈不是也是土著，也是。我是土著的什么呀？那我们不是猪啊！对，我们不土啊，我们不土啊。是家伙。